道德经第一章暗藏关于神的秘密，为何说这一章读不懂，千万不能执意接着往下读道德经，否则极有可能会误入歧途。那么这一章究竟讲述了些什么内容，又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了解《道德经》的朋友们都知道，第一章不过才80来个字，念起来甚至还有些许的绕口。可是就这么几十个字，还真让人捉摸不透。目前《道德经》第一章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传世版，也就是市面上通行的版本；另一个则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。2个版本虽然只存在着字词之间的差异，但考古学家普遍认为，帛书版的《道德经》第一章才是贴合老子思想的。《道德经》一开篇就直言：“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”从字面意思来看，它无非是在说，如果要勉强用语言来描述道的存在的话，那么只能将之称呼为道。但是这个被勉强命名的道，也不能代表那个绝对的永恒存在的道。看到这儿，你一定会觉得这老子怕不是在给人绕圈子，听来听去摸不着头脑。但这句话是有大智慧在的。打个比方来说，比如各大宗教信仰的最高神，他们的能力也是不可描述的。比如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十分强大，这种强大是无法形容、无法描述的。甚至如果有信众非要用言语去描述这种强大，都是对真主的一种亵渎。这一思想就跟《道德经》第一章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。但在基督教这里，事情却变了。基督教从来都不忌讳描述上帝的伟大，甚至还特意去证明上帝。罗马教廷就出过一本书，书中竭力用数学公式推导，证明了上帝的存在，还告诉所有信众，上帝就是万能的。其实原本在罗马教廷这一番操作之前，许多无神论者或是其他信众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尊重别人的信仰，不去掺和。可眼下见罗马教廷这般较真，也激起了这些人的好胜心，他们便发起了找茬活动。一个智者就直接找到了罗马教廷，问出了这么一个问题：请问上帝能造出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吗？这个问题直接让罗马教廷犯难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上帝是万能的，那么他就一定能造出任何东西。可如果他搬不动自己造的这块石头，那他就不是万能的。换言之，不管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都会否定上帝是万能的这一结论。从这个例子其实就可以见出《道德经》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有多么高明，不做具体的描述就能彰显出这个道的威力。因为人类其实真正惧怕的只有未知，深不可测才真的威力无穷。然而这还只是这句话的表层含义，还没有接触到它内在的深刻。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又有什么意蕴呢？《道德经》根本不是写给凡人看的，前一章前8个字就暗藏玄机。如果不懂这几个字的意思，强行《道德经》甚至还能遭到它的反噬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前8个字说道：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既然道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为何老子还要强行表达呢？因为老子想告诉大家，其实人世间的道有2种，一种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的道，这种道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；另一种就是可以用语言去描述的道，也是普通人能够够得着的思想。这一点是读《道德经》的关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人不能执意去追求第一种无可言说的道，因为这不仅是为难自己，还容易让自己陷入怀疑的境地。比如说《道德经》中常劝导人要无欲，也就是彻底没有欲望。他强调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无欲无求，那么他就可以看到最细小最精微的道理。乍一听确实很有道理。历史之所以如此的复杂，不正是因为人太容易生出欲望了吗？那没有欲望确实可以免去很多麻烦，可问题在于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没有人能真的做到没有任何欲望。或许在未来世界，机器人能达到《道德经》的这一要求，但这同样还只是《道德经》表层的意思。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《道德经》说一个人无欲无求就能发现微妙的道理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近代有一个著名的禅师虚云老和尚，他在1895年的时候经历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当时虚云老和尚正在扬州一座寺庙中打坐的期间，虚云老和尚心中没有任何的杂念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安静了下来。紧接着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在虚云老和尚的面前瞬间就出现了一阵大光明，就好像有一个明晃晃的太阳在他眼前一样。与此同时，虚云老和尚还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肉身与灵魂的分离。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身还在寺庙之中打坐，可眼睛却能瞧见东墙的香灯师傅正在小解的画面，以及西墙的师傅正在忙碌的身影。换言之，在这一刻，虚云老和尚已经穿透了世俗的障碍，他的眼睛正在自由地浏览整
个世界。而这正是《道德经》所说的由无欲无求的状态进入妙的境界。很显然，这个无欲无求的状态本身就很为难普通人。要知道，普通人活在世界上，就算没有其他的欲望，也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欲望。比如说，人饿了就想吃东西，食欲是与生俱来的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个几乎无法避免。所以，要真正达到无欲无求的状态，对常人来说基本不可能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普通人非要去领悟《道德经》未能描述的道，非要去追求《道德经》所追求的境界，其实并不能达成大智慧，反而会困住自己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子写出《道德经》到底是给谁看的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《道德经》极可能关乎的是神的秘密。《道德经》泄露了神的秘密。为什么说这本书不是在讲凡人的处事原则，而是说凡人不该知道的关于神的秘密？纵观整个《道德经》，它都在追求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，而显然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境界的。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将这种状态作为终极目标去追寻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，人生本来就是在有与无之间不断的往两极靠近。举个例子，大多数人一生都在为了生活奔波，每一阶段都得去完成相应的人生任务。比如说，年少的时候要努力的读书，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，等上完大学之后要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，工作稳定之后自然就得操心结婚生子的问题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人们就有了新的身份，又开始为孩子操心。这些都是人在世间生存所不得不面临的欲，它是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扩展，还不是一种贪心的欲望。如果按照《道德经》所言，那么人们就不该去寻得那么多，应当保持无欲的状态。但显然，这些欲望其实对人来说是没有坏处的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些欲望本身就支撑起了人类世界的稳定性。因此，《道德经》其实是允许人们在两极之间摇摆的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基本的稳定和平衡。但是，《道德经》也希望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能够挣扎出这些需求，去看到宇宙的精微奥妙之处。毕竟，相较于日常的人伦生活来说，宇宙的精微奥妙才是大智慧。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，能称得上圣人神的存在微乎其微。所以，当人们悟到了《道德经》所要表达的这层意思之后，其实就不会再纠结于如何的去摒弃欲望这种为难人的事情。因为如果你是那万里挑一的圣人，那么你接触到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就会自动的向无欲的状态靠拢，你甚至都不会觉得无欲是一件折磨为难人的事情。因为道法自然，无欲是一种开悟后自然而然达到的状态。如果需要人去费劲追求，不也是一种欲望吗？这不就和道家所提倡的无欲相违背了吗？因此，当你确实觉得无欲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，不妨就摆平心态，把无欲当做一种高级的精神状态去追求，顺其自然，可能反而会有惊喜。那是不是说《道德经》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毫无用处的呢？当然不是。此书对于欲望的诠释，给了人们自省般的启示。当我们开始正视自己的欲望，开始思考欲望带给我们的种种影响，就是改变的开始。多少人一生被困在对金钱名利的追求中，最终变得面目全非。可正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所写：金满箱，银满箱，转眼乞丐人皆谤。被虚名和无节制的物欲耽误一生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这些，许多令我们困顿的难题，也许就能迎刃而解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尽管普通人不一定能够借助《道德经》去窥探神的秘密，也不一定能成为神，但也可以无限的靠近神，走向无欲。或许这也正是《道德经》留给当代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